阴影里的你也值得被爱。你常常怀疑，那个不够好的你，能不能也被爱着？不是外面那个看起来没问题的你，不是努力变好的你，而是那个藏在心底，破碎、胆小、混乱、情绪起伏的你。你总想掩饰那些部分，害怕被看见，害怕一被发现就会被丢下。你学会让自己看起来正常，学会当个乖的人，学会在黑夜里一个人处理情绪，不麻烦别人。可是你越是这样，心就越是空，因为你知道，别人喜欢的那个你，不是全部的你，而你自己也开始慢慢遗忘，那个曾经哭着、呐喊着的自己，其实也很需要被抱一抱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把阴影藏起来，它不是耻辱，不是问题，它是你完整性的一部分。阴影里的你，是灵魂最柔软、最真实的部分，是你在人群中害怕突兀，却依然渴望连结的那份渴望，是你明明脆弱，却还努力撑起别人的那种深情。你以为那部分不好看，不够光，太敏感，太情绪化，但真正有爱的人，会想走进那个你，会想听你说，也想陪你哭，因为那里才是你灵魂的温度。爱不是只有在你好的时候才来，真正的爱，是在你最美丽、最混乱、最崩溃时，还愿意留下的那份温柔。你不需要假装好起来才值得，你现在这样就值得。甚至正因为你愿意诚实地承认，我有阴影，我会痛，我会怕，你才让灵魂有机会真正回来你身边。当你与阴影和解，你就是在说，我选择完整，不是完美，我选择爱，而不是压抑。阴影不是你错了，而是你需要爱的信号。那不是让你退缩的理由，那是让你靠近自己的入口。请你慢慢靠近那里的你，那个觉得不够、被遗忘、太情绪的你。请你问问他，你是不是很久没被我抱了？是不是我一直逼你成长，却没陪你走路？当你开始这样做，你会发现，你内在的抗拒开始融化，创造力开始恢复，人际关系也开始变得真诚，因为你再也不是用演的去接触世界，你开始用完整的你与人连结，那才是真正的力量，不是压抑自己的黑，而是带着黑也能选择光。你不用怕有人看见你不完美，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挑条件的，真正的灵魂支持是在你说我有阴影的时候，不但不走，还更靠近。请你练习爱着阴影里的你，不急着改变，不急着放下，只要陪在身边，说我在这里，我没有走。那一刻，你会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安全感。你会知道，真正的灵魂觉醒，不是去除阴影，而是爱穿过它。你会明白，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不是光，而是能让你在黑里也能被爱着的地方。那个地方，其实是你自己。感受越深，生命越有力量。你可能从小就被教导，要坚强，要冷静，要成熟。你慢慢学会压下眼泪，学会在痛里笑着，
学会装没事，装懂事，装坚定。久而久之，你变得理性，也变得迟钝。不是你不会感觉了，而是你太习惯把感觉关掉。你以为那是保护，但其实是断线。当你不再感觉，你就无法真正爱，真正创造，真正活着。因为感受就是生命的入口。真正的活，不是忙碌，不是表现，不是坚持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深深地体会每一刻的自己。开心的时候真的开心，难过的时候允许自己难过。你越不逃，你越强大，因为你不再需要耗能去压抑，去否认，去控制。你的能量开始流动，你越是敢感觉，越是接通你的生命力。你会开始发现，你比想象中更深情，更敏锐，更有力量。你的悲伤不是弱点，是让你学会理解他人的桥梁。你的愤怒不是问题，是你为爱守住界限的能力。你的恐惧不是限制，是提醒你正在靠近灵魂边界的讯号。这些深层感受都不是来破坏你的，是来打开你的。你越愿意靠近他们，就越会发现，生命开始对你敞开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，灵感变多了，宇宙的回应也变快了。因为你开始活得真实，不再只是反应、应对、迎合，而是回到内在那份纯粹。你哭不是脆弱，是你还相信爱。你痛不是错误，是你还对生命有感。你敏感不是毛病，是你还没放弃深深活着。请你不要再否定自己有感觉，那不是多余，那是神圣的。你愿意感觉的越深，就越有机会创造真实的幸福。因为幸福不是来自控制，是来自允许。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也允许自己如实存在。那种感受不会让你失控，它会让你变得清晰。你会知道什么该留，什么该放。你会知道谁是对的人。你会知道什么是你灵魂真正要的。那份敏锐来自你感觉的深度。不感觉的人只能过日子，感觉的人才能活出生命。请你练习，每天停下来一点点时间，问自己，我现在有什么感觉？不急着解释，不急着改善，只要看见、接纳、陪伴。当你这么做，你的内在会开始信任你，他会知道你准备好接住更大的能量。你不再逃避，不再切断，而是开始选择真实。那一刻，你的灵魂会发光，你的频率会改变，你的现实也会重新排列。因为感受越深，生命就越有力量。宇宙会用你的泪为你开出花。你是不是曾经觉得眼泪是一种失败？你哭了，代表你太脆弱，太不坚强，太容易受伤。所以你学会了忍，学会了在眼泪快掉下来前转身，学会了微笑，打趣，转移话题。但那些眼泪真的就不见了吗？它们还在，只是你暂时不敢看它们。眼泪不是错误，它是灵魂在说话。它说，我很痛，请你别再假装没事。它说，我快撑不住了，
请你看看我。他说，我需要被抱一抱。你的灵魂从来不责怪你哭，责怪你眼眶红，声音颤抖，情绪失控。只有你的头脑在怕，怕别人看见你软弱，怕你爱的人因此离开，怕你自己从此崩塌。但亲爱的，你不会因为流泪就碎掉，你会因为愿意哭而被宇宙悄悄抱紧。宇宙从不浪费一滴眼泪，你以为它只是湿湿的、苦苦的、没用的，但对宇宙来说，那是他收到的请求，是你在无声中对他发出的讯号，而他从来都听见。你越是真诚的哭，越是真实的承认我有感觉，你就越靠近那个完整的你。不是你变好了才值得爱，是你在最不堪的时候依然值得被宇宙放在心上。你的眼泪不会白流，它们会渗进土地，会化作种子，会开出你未曾想象过的花。也许不是立刻，也许你还要穿越一些混乱与等待，但每一滴诚实的泪都在为未来的美铺路。请你不要再说我应该更坚强。真正的坚强是你敢哭，敢软，敢承认你现在很需要爱。那是多么大的勇气，不是谁都愿意这么做，但当你这么做时，宇宙就开始动起来了。不是用你熟悉的方式，而是用它的方式，温柔、深远、神圣。它会带人来到你面前，不是来拯救你，而是来看见你，理解你，陪你走。它会带灵感进入你心里，不是要你立刻转换情绪，而是让你记得你还活着，你还在。你会开始感觉到某种东西慢慢的从你的痛里长出来了，是一种深深的慈悲，一种比以往更柔软的力量，一种能拥抱自己也能拥抱世界的安定。那就是花开的时刻。你会发现自己因为这些眼泪更靠近真正的自己，更靠近真正的爱，更靠近那个始终与你同行的宇宙。请你答应自己，下一次眼泪来的时候，不要赶走它，给它一点时间，一点空间，让它把你带回心里最需要被爱的地方。你不需要懂为什么，你只需要陪着它流过去。等你再次抬起头，你会看见生命偷偷为你留了一个礼物，也许是一段对话，一段心路，一种你以为早已遗忘的希望。宇宙会用你的泪为你开出花，那花不是装饰，是证明你走过的路有多真诚。当你拥抱阴影，世界开始拥抱你。你总以为要发光，就得抛下黑暗。你努力往前走，想摆脱过去那个不堪的自己，想把所有情绪、混乱、痛苦藏得深深的，不要再被任何人看见。你想当一个干净的人，稳定，有控制力，不受情绪左右。但越是这样，你越感觉自己在一点一滴消失。不是你不努力，是你太努力把不完美藏起来。但亲爱的，那不完美的地方，才是你灵魂最有温度的地方。你越是压抑它，你就越无法真正被爱。因为你知道，别人靠近的是你演出来的样子，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所以即使被喜欢，你还是会觉得孤单。
宇宙从来不要求你只展现光，它要的是你能不能，连同阴影也一并接纳。你不是只有光的一面，你也有混乱、黑暗、羞愧、懊悔、恐惧，而这些从来都不是错的，它们只是曾经的你，没有被理解，没有被看见，没有被拥抱的片段。当你愿意说好，我不再逃避这些部分，你就开始回家了。阴影不是要你变坏，是要你变完整，它是你灵魂的残页。一旦你愿意翻开，你会发现里头藏着你真正的力量。你开始不再怕自己有情绪，你开始懂得疼惜那个受过伤的自己。你不再对着世界假装平静，你选择诚实。你说我有害怕，但我不逃。你说我有阴影，但我不再批判它。那一刻，你整个人开始柔软，你不再绷紧，你开始真正活着，而世界也开始改变。你会发现人们开始靠近你，不再是因为你表现得很好，而是因为你有一种真实的吸引力。那不是完美，是完整。因为你允许自己的阴影存在，你也就能允许别人的不完美存在。这样的你更有深度，更能承接关系，承接支持，承接幸福。宇宙喜欢这样的你，真诚、柔软，愿意看见自己所有面向。而当你愿意拥抱自己的阴影，世界也会开始学着拥抱你。你会开始遇见那些不因你情绪起伏就远离的人，不因你坦白脆弱就评价你的人。你会遇见的是一种真正的连结，因为你敢真实，所以你能吸引真实。因为你爱着自己的全部，所以爱也能进入你全部的生命。请你不要再对自己黑暗的部分说走开，请你坐下来，对他说我在这里，我看见你。你不需要马上疗愈它，你只需要不再逃避它。爱不是只爱光明，真正深的爱是连阴影也爱着。当你做到这件事，你的能量就会改变，你的世界也会开始变得柔软，因为你学会了用接纳来活，而不是用修正来苛责自己。阴影会不见吗？不会，它会转化，会从伤口变成力量，会从羞愧变成同理，会从黑夜开出光的种子。那就是你灵魂真正的深度。当你拥抱阴影，世界就会回应你一种新的爱的方式，不是条件式的，不是表现型的，而是灵魂对灵魂的，真诚对真诚的，完整对完整的。那样的爱才是你一直在找的。所有的哭泣都是爱在净化你。你是否曾因为落泪而对自己感到失望？你以为哭是退步，是脆弱，是情绪崩溃。你告诉自己要坚强，要成熟，要独立，要像个大人。于是你开始不哭，开始告诉自己我很好，开始把眼泪锁进笑容背后的沉默里。但你真的没事了吗？还是只是习惯了压下、关掉、转身？亲爱的，眼泪不是错，眼泪是灵魂在清理一切不再属于你的东西。它不是让你更乱，它是让你更近真实。每一滴眼泪都是你灵魂对自己的深爱，是他看见你累了，于是用这种方式
让你慢慢卸下那层层的武装。你越压抑情绪，它越会在你最不想的时候溃堤。但你越允许自己哭，你就越会发现，哭不是崩溃，是进化。它像一场内在的雨，洗去你不敢说的委屈，冲掉你压在心底的恐惧，也浇灌那些早已干涸的梦。宇宙不会因为你哭了就看低你，它只会更靠近你，因为你愿意诚实，你愿意放下保护色，你愿意为自己留出一条回家的路。那一刻，你不是在失去力量，而是在找回爱。爱不是只有阳光的样子，爱也有眼泪的样子。真正的爱会在你最软弱的时候留着，会在你最乱的时候陪着，会在你崩溃的时候说，没关系，我还在。你越是相信眼泪里有爱，你就越能让它流过去，而不是卡在你心里。很多时候你无法前进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没有真正允许自己感受那些被压住的情绪。当你愿意让眼泪来，让它带你回到那些未曾说出口的伤，让它碰触你最深处的自己，你会发现，那里其实没有那么黑，它只是一直在等你靠近。所有的哭泣，都是爱在替你整理内在空间，是在帮你清掉那些不再需要的能量，再让你有位置迎接新的祝福。你哭过的每一次，宇宙都有记得。它没有说你懦弱，它只是静静为你开一朵花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慢慢盛开。请你允许自己软下来，不是退后，而是更深的回来。回来到那个不需要演好的你，回来到那个可以真诚存在的地方，那里就是你的力量所在。你哭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正在清理那些不再属于你的信念、伤口与旧能量。你在为新的自己让出空间，让更大的爱能够进来，让真正的自己能够升起。所以请你别再对眼泪感到羞愧，你正在进化，你不是脆弱，你是在成长，而这样的成长是宇宙最深的祝福。你的黑暗不会掩盖你的光。自己真的值得被爱吗？当你陷在情绪里，当你做错决定，伤了别人，也伤了自己，你是否偷偷想过，我是不是不配有光？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只有变好、变正向、变稳定，才值得幸福，才配得爱？所以你拼命修正自己，拼命练习稳住、修好、进步。但越是这样，你心里那块黑的部分就越发大声，因为你知道，你还在躲，你躲着那些你以为不该存在的东西，情绪、冲动、痛苦、羞愧、失控。但亲爱的，那不是你需要切掉的部分，那是你需要拥抱的自己。黑暗不是来消灭你，它是来提醒你，你的光从未熄灭。你之所以能看见黑，是因为你本来就有光。光不会因为你有情绪就消失，它也不会因为你曾经选错就离开。它一直都在，在你最崩溃的夜晚，在你无法原谅自己的时刻，在你放弃了所有信念的边缘，它还在。它不是条件式的，不是你表现得好才会给你的，
它是你来到这世上就拥有的。你不需要用光来否定黑，你需要的是学会在黑中记得光还在。你可以同时不完美，又是被深深爱着的。你可以正在迷路，也仍然值得走向丰盛。你可以还在疗愈，也仍然拥有创造的力量。这不是矛盾，这是真实。因为宇宙看的是你的整体，不是你的意识状态。它看见你愿意诚实，愿意靠近，愿意不再逃避自己。它就会说，你已经在路上了。真正的光不怕黑，真正的力量不怕软弱，而你也不需要再对黑暗感到羞愧。黑暗不会掩盖你的光，它只是提醒你，有些地方你还没照亮自己。你不需要先完美，你只需要愿意走进那里，走进那个你从不想回头的记忆，走进那个你还没说完的情绪，走进那个你以为没人会爱的自己。你越走进去，你的光就越强。不是因为你把黑赶走，而是你学会把自己照亮。真正的转变不是清除黑，而是用爱穿过黑。请你练习对自己说，即使我有黑暗，我仍然值得被爱。即使我还在学习，我仍然可以发光。即使我有情绪，我依然是一个完整的灵魂。这样的你会开始松了，稳了，真了，不再假装高频，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切割自己的每个面向。你开始让自己整个存在，整个被允许，那就是爱，真正深的爱。而当你愿意爱整个自己，宇宙也会爱整个你，不只是你表现好的那一面，也包括你正处在低谷、混乱、还在摸索的现在。你的黑暗不会掩盖你的光，你的光从来都不依赖完美，它只需要你愿意看见自己，真实的看见全部的你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